要说娱乐圈里的恋爱脑，马思纯绝对算一个。她跟盘尼西林主唱张曼乐的恋情曝光之后，立刻就遭到了不少网友的反对。虽说如此，但是马思纯却依旧不管不顾，爱的那叫一个轰轰烈烈。甚至最近还有人拍到了马思纯怀孕的照片，他们这莫非是要奉子成婚？不得不说，马思纯真的是有魄力。看来这段在骂声中发展的恋情，对马思纯来说，就是你们骂得越狠，老娘越是要谈恋爱，甚至有点想结婚。奉子成婚这个词，要是放在别的女明星身上，可谓算得上冲破天际的大瓜。可是这要放在马思纯的身上，却似乎变了点味道。之前马思纯就因为抑郁症吃药，导致身体发胖，很多时候拍出来都看着肿肿的，但这次拍到的照片跟之前的胖看起来又不一样。在此前，马思纯并不经常和她的母亲见面，但是最近却罕见的被人拍到与母亲蒋文娟一同出行，而且肚子也大了许多，怀孕一事疑似已经实锤了。在这儿，于姐也不用多说了，只能说这是马思纯自己的选择，她开心就好。而从各个方面来看，她都真的很喜欢现在这个男朋友张哲轩。前段时间，马思纯还带着张哲轩去见了自己的家人，看来这段恋爱就是直接奔着结婚去的。马思纯家人一开始是否同意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不过按照现在的剧情来看，想必也没有办法再找拒绝的理由了。马思纯小姨蒋雯丽都回来参加这个饭局，看来已经是一种明显的暗示了。这个饭局或许不只是为了认识下张哲轩，更是要谈一些人生大事。或许就连蒋雯丽自己都没想到发生的会是这种大事。这个饭局是在8月底，这次看马思纯结婚的爆料最早是9月份，而且来源是张哲轩盘尼西林乐队的吉他手。这么一看，就是吃完这顿饭没多久就有好消息了。前几天有人转发张哲轩新歌的时候用了喜的表情，估计也是在指这件事。马思纯今年3月份被拍到跟张哲轩在一起之后，就没有一点祝福的声音，理由也很简单，张哲轩那边被扒出太多问题了，不尊重人，装逼都是普通的，最主要的还是他被爆出的黑料，在感情生活方面很乱，也很不尊重女生。大家觉得马思纯是个单纯的恋爱脑，担心他被骗，最开始的微博评论里都是在劝他快跑的，真情实感的希望他能变得更好。但马思纯的回应是这样，当初他还在和欧豪谈恋爱的时候，粉丝也有替他抱过不平，他当时的回应跟这次差不多，就是我很幸福，少来管我。张哲轩的回应方式更加滚人，也许就是他说的 real， 就是直接粗暴的回怼。前2天他还在骂马思纯的粉丝，真的骂的脏话，直接在马思纯的微博下面，谁看了不说一句花粉地狱。前段时间八五花们还在攀比各自的姐夫，再看看这边的差距，要是八五花的某一个姐夫这样子，真的难以想象会是什么腥风血雨。从狗仔拍到两人的相处画面来看，马思纯应该真的很喜欢他，劝分估计也没什么用。马思纯好像不在乎粉丝，不在乎事业，只在乎爱情，仿佛一个陷入青春疼痛文学无法自拔的人。仔细说来，马思纯的确是成也疼痛文学，败也疼痛文学。最开始的马思纯真的有光明的未来，蒋雯丽是她小姨这件事大家应该都知道了，握着这么好的机会，小时候就能参演剧，后来担任饶雪漫的书模，也是真的漂亮过，最起码看着不钝，是有灵气的。她自己也是真的喜欢这种疼痛文学，所以当初改编电影的时候，她就发誓一定要拿下角色，还愿意为这个角色疯狂瘦身。为什么喜欢这个角色呢？看过这个电影的宝贝应该也知道，片中的角色本身就是为了爱情不顾一切的人，而这一点跟马思纯确实有点像。马思纯也成功了这个角色之后，她在娱乐圈中正式的拥有了姓名，在那一段时间里陆续拍出了许多的代表作，而跟霍建华拍摄的《他来了请闭眼》中，马思纯的表现更是可圈可点。在这部剧中，马思纯扮演的简瑶充满灵气，一时间也成了大众情人。后来的《七月与安生》则更是直接把她捧上了影后的台阶，但她和周冬雨的这个双影后走上了完全不一样的道路，当初的好姐妹现在也完全没互动了。之后的马思纯虽说也还饰演过其他好角色，但对比之前的作品，无论从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已经走了下坡路。在此后的马思纯就只能是在青春疼痛剧中不断打转，根本出不来，评分和口碑也是随之越来越低。更过分的是，最近在由他参演的电视剧《第一炉香》中，他竟然也能呈现出这种青春疼痛文学的范儿来，而片方还好意思拿这个做看点宣传。预告片出来之后，像是下一秒就会卖卫生纸的那种画风，张爱玲看了想复活。不过这倒是完美符合了马思纯的理解。虽说这部剧问题非常多，不只在于演员身上，但前段时间导演却把问题都推给了演员，而马思纯现在被内涵到了这种程度，让粉丝看了后也是觉得挺惨的。跟马思纯一起完蛋的青春疼痛文学，还有他真实的爱情。之前一起拍左耳的欧豪明显也是他喜欢的多一点，马思纯也是全心全意的为他的事业添砖加瓦，但对方似乎不怎么买账。
后来两人分手也不意外，马思纯自己还说爱的卑微。此后马思纯消沉了很长时间，身体也被曝出现了问题，好不容易经过这2年的消停好了一点，没想到又跟张哲轩这样。而这次的结婚生子，想必是真的准备放弃事业开始退休了，希望他的浪子回头是真的。圈内因为恋爱脑耽误事业的也不止马思纯一个，吴倩也算一个。当初看着她的资源真的是华策力捧的小花，路人缘也非常不错，很多剧都是女1号，人设傻白甜也不讨人厌，圈了一波粉，正在上升期，上升劲头还挺足的。后来就传出了她和张雨健一起回家的消息，恋爱还不算什么，很快就拍到产检的消息了。之后吴倩的状态就跟之前不太一样了，本来走的青春灵动少女突然之间就变了，在没有公开恋情的情况下，直接就在直播间里戴戒指，一时间被无数粉丝嘲笑她恋爱脑，闹着要脱粉。而反观吴倩这段事业低潮，绯闻对象张雨健的事业却一路飙升，也从没提过家庭和女友的消息，甚至还接拍了单改，直到最后被狗仔拍到张雨健和吴倩带孩子出去玩，才最终承认了下来。不过吴倩现在也好了一点，没有太恋爱脑了，开始独立营业，有点想好好搞事业的样子了。但是她毕竟是错过了之前最好的事业发展时期，接下来的成就也说不准怎么样。不过如果想要靠着孩子和婚姻来维持一段感情，真的是不可能，这一点就参考张碧晨和华晨宇。在两人没有爆出未婚生子之前，两人的事业可谓是如日中天。但事件被曝光后，张碧晨的资源可谓是一落千丈，只看综艺资源和舞台资源，对比之前可谓是有了天差地别。而结婚生子之后丧失事业心的也不只是女星，比如霍建华，当初那么红，代表作又那么多，但自从和林心如奉子成婚后，也是一瞬间到达了事业的冰点。本身来说，霍建华就没什么事业心，现在更是快查无此人了。据传言，就连霍建华本身的团队都面临着解散，现在就是搞回忆杀的时候才能带他出来。其实不说这些，是否恋爱脑，是否有事业心，真的是看个人的。当初杨幂和刘恺威结婚的时候也已经有孩子了，不过怀孕期间杨幂还在拍戏，邓超就说她是一边孕吐一边拍，而即使是在她生孩子休息的那段时间里，自身的热度都没有下降过，一直都有新作品上映。现在这些 IP 也大火特火，如《古剑奇谭》、《小时代》、《分手大师》等等等等。虽说杨幂争议很多，但能够红到今天，她的事业心可谓是没得说。看到这儿，于姐也只能说一句：粉丝该吃瓜吃瓜，没事儿还是少操心为妙，不然你在这里掏心掏肺，别人那里却当你狗叫，比之蜜糖，我之砒霜啊！对此各位怎么看呢？欢迎在视频下方评论留言。这里是于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